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月1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18.96，收盘价是119.7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23.52，最低价是在117.1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站上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903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6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上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我们会看到快线上穿了慢线，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好，我们来看 K 线信息。在1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十字线，是一根小绿 K 线。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下跌到低点后的反弹中。那我们会看到，在当日的这根 K 线的收盘价站上了由1月3号和1月4日组成的母子怀抱，也就是低档母子怀抱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那它的收盘价站上了这根母线的最高，那也就是说确认了这个反转向上的 K 线组合。那日后呢，股价将会反转向上。那我们说，在日后股价如果反转向上，如果再能站上这根1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我们说将会有一波上涨的行情。那这样的一根 K 线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对，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蜻蜓线。对，也就是上影线略长。那在当日我们说从 K 线的指标来看，唯一的不足，当日呈现了一个量缩。我们说虽然量缩但是它还是有很大的成交量的，我们相较于之前的交易日来说。那但是呢我们说在1月6日，我们看这根 K 线，股价在低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日是有多方的力量进入的，也就是使股价出现了止跌。但是股价在1月9日反弹之后并没有像前一个交易日一样，就是说有等量的，也就是大量的成交量跟进。所以呢，我们要警惕在日后有可能股价会出现转折向下。所以呢，从 K 线上来说，那这根休息的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将成为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非常重要的2个点位。也就是如果能够站上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我们会说它将形成一个一星二阳的上涨的K 线组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它是上涨的动能。但是呢，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出现反转向下，收盘价如果低于前一根 K 线的最低呢，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一个红 K， 那这将是一个反转向下的 K 线组合。对，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 114.50， 在这个位置。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呢
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109附近。实际在1月9日当日收盘价是在119.77。我们会看到，在当日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也就是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对，在当日呢，并没有回补这样的一个缺口，所以，它是一根强势反弹的 K 线。那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解读，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啊，站上了母线的最高，也就是说确立了这个反转向上的 K 线组合。我们说股价会有上行，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说对于1月10日股价如果继续反弹，那它的目标就是要站上这个124.48，也就是这个水平线，它是12月30日的最高，当然还有这根 K 线，1月9日这根 K 线最高。那如果股价能够站上这根 K 线啊，我们说，能够站上这个水平线啊，我们说这个水平线，也就是12月30日和1月3日两根 K 线的，也就是12月30日 K 线的最高和1月3日 K 线的最低啊，它定义了一个盘整区。对，也就是在近几个交易日，股价都是在这个盘整区，我们指的是收盘价。那么对于1月10日来讲，它的目标就是要突破这个盘整区，也就是124.48。说如果能够站上突破这个横盘区的上限呢，那股价接下来上行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31。对于1月10日来说，我们下移这个水平线到131。好，这是股价反弹的第二个目标。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0日均线值啊，我们说将有可能会转为多头的趋势，因为从1月9号和1月6日这两根 K 线，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短期的多头，都是头高底高。对，如果再出现一根绿 K 呢，我们说股价是有望转为多头的。因为站上20均值，然后在这个地方有高点，我们说这儿有一个高点就叫头高，然后呢出现回踩之后呢，如果不会反转向下，会出现底高，所以我们说站上20日均线值，那股价呢有可能会转多，对，趋势。好，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那我们调整一下水平线，这条水平线呢就是这个母线的最高，现在已经站上它了，我们把它删除。好，这个红线我们回忆一下，是我们定义的5均值的这个观察线，我们把它也删除。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下行，说股价的下行，那么它的目标就是我们说是104.64，是这条水平线。那这条水平线现在呢它并不是因为这个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收盘价已经站上了，所以这个组合我们不再作为参考。但是呢，这根 K 线的最低和12月30日 K 线最高，它定义出来了一个盘整区，所以股价一旦下行，它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这个盘整区。对，所以我们依然保留104.64。当然，我们会看到上方啊，如果股价要达到这个目标，会有前低。有缺口，有5日均线值，有10日均线值，会有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或者说是比较多的支撑位。对，那只有跌破这些支撑位，才能到达这第一个目标啊。好，那如果跌破104.64，我们说股价会继续测试100关口，也就是这条水平线。然后股价如果跌破100关口呢？
我们说将会就是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94这个水平是94这条水平线呢是年 K 线图当中的时均值。我们来看一下年 K 线图当中的时均值，现在是94.6，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回到日 K 线图。好，那这样一来，我们把上方也变一下颜色，这个条水平线呢，我们变成观察线。对，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水平线呢是股价要向上突破或向下跌破的两个方向的目标。对，好，那这是股价的下行。那我们说，对于1月10日在盘中，我们还要给出一个点位，我们要特别关注112。112是5日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我们加一条水平线。然后我们把它变成红色，好，作为观察。那我们要特别关注这条水平线，为什么呢？就是股价如果是向上，一定会突破这个盘整区的上限，目标将会直指这个20均线值。但一旦出现意外，说股价出现了反转呢，我们说在前一日 K 线最低，或者说我们说这个缺口，10日均线值和50日均线值在这个地方会有很多的支撑那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很强的支撑。所以这112是这些支撑的最低的位置。说股价一旦跌破112，我们说一定会有一个继续向下的一个走势，对，去突破下方的这个水平线。好，当然我们说股价如果说不跌破5日均线值呢，我们说会在这个地方横盘，然后呢再去向上或者向下去突破。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10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我们说两个前高是在123.5到124.5在这个区域，这是第一个压力位。那第二个压力位就是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30到131之间。然后再向上，我们给出一个压力位，就是136。136呢，我们说是12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对，这是第三个压力。好，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下方的支撑我们会看到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12到116。然后呢，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13到115，它在5均值的范围内。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这还有一个缺口，就是114到117。所以第一个支撑区间我们定义为112一直到117，这是第一个支撑区间。第二个支撑就是我们说是104.64，对，就是这条水平线，是这个横盘区域的下限。然后第三个支撑呢，我们说是100关口。第四个支撑我们说是94，也就是年 K 线图当中的时均值。好，这是下方的支撑。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如果是继续反弹，它将是一个高开盘，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16，在这个位置。最高上方会到达131，
也就是触碰到20日均线值，收盘会收在127附近，在这个位置，对，也就是突破这个横盘区域，那它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它的条件是必须是高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15的。那满足了这个条件，股价才能够出现继续向上的反弹。好，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如果出现反转向下呢，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19，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06.5，收盘会收在108附近。对，那么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1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呢，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反转向下。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月1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